大家好，我是阿友呢。3家机器的视频都已经做完了，老规矩又到了对比画面的时候。本来是要做索尼5700的，按照大家的要求，这期就先插个队。这期也没有品牌买推广啊，也希望大家能帮我多多3连。几款产品都是目前的大热门，详细的优缺点功能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些往期视频。这期咱们就只谈画质，直接用自己的眼睛去收获。我们对比的顺序是实测数据、亮场景画面、暗场景画面、极端暗场景画面，还有清晰度、色散等等。问题不是我想拍什么，是能拍准什么。NES Ultra 之前测试天梯榜没有更新，还是按照大家日常最佳的设置。3台机器的白色画面亮度排名分别是海信 C1 Pro 第1，坚果 NES Ultra 第2，当贝 X5 Ultra 第3。实际画面亮度的排名恰恰相反，坚果第1，当贝第2，海信第3。这个参数排名只是相当于把宣传的流明数据实测化了，我们只用用户会使用的设置，不会使用产品极端的宣传设置测试。比如说当贝这里我们使用的是高亮模式，如果用 AI 模式，它的亮度数据排名还会高很多，但因为当时工程样机高亮模式的画质最好，所以我们就使用高亮模式去测试。实测对比度数据，海信最高，坚果第2，当贝第3。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实际画面的表现情况。All but love is gray, where I can't find my way without her as my guide. Night falls, I'm cast beneath her spell. Daylight comes, our heaven turns to hell. Am I left to burn and burn eternally? She's a mystery to me. She's a mystery girl. She's a mystery girl. In the night of love, words tangled in her hair, words soon to disappear. A love so sharply cut, like a switchblade to my heart, words tearing me apart.
So take me up, take me higher. There's a world not far from here. We can dance in desire, or we can burn in love tonigh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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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o we rock the Firestorm. I want you to know. I want you to know, I want you to see the light. I want you to let go, come down low, forget everything you're used to. You will see what this world is supposed to be. Up and down to you. Up, around, around you, and over, just like the stars. Now let them unfold like ribbons too. Up in the sky, down on the ground, I'm always with you. I'm always with you.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简单的评价。其实三家走的风格路线是不一样的。画面中应该可以看出来，坚果相比之前的机器，包括我刚测的 NES Pro 的调教都是不一样的，映射曲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调教有好有坏吧。好处就是从视觉上感觉坚果的黑位非常的黑，按场景的衬托也会显得亮场景和整体画面非常的亮，画面层次感对比度也非常的夸张。坏处就是有些场景的画面会有那么一点点奇怪。海信是这3台机器中画面最不像3次激光的。
因为最近在测索尼啊，所以索尼看的画面比较多。三色激光到索尼后，感觉调味就非常的清淡了，非常的有电影感，非常的耐看。再换过来后，反而让我觉得海信的画面是最舒服的，其中亮度也有很大的原因，相比另外2家，海信 C1 Pro 的亮度还是会弱一点。当贝这边为了避免再被小白尬黑，我们就先讲一下色彩问题。3台产品都可以完整覆盖 P3 和2020，都非常的优秀，但可以发现同为高色域的产品，当贝的画面就是要更艳丽一些。一方面是因为为了突出风格，我打开了 AI 色彩增强功能，关了以后，其实你会发现和别家产品的颜色风格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展会上我也找当贝的产品聊过，当贝要走的风格就是在用户对比时，画面会更讨喜，让用户自己去定义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么看来，当贝这方面其实还是蛮成功的。因为之前的对比，某人说当贝的画面更艳，就是我把当贝拍得更好看了，也说明对大部分人而言，颜色更艳就是会觉得更好。那缺点，我个人认为更讨喜，不代表更耐看。还有就是目前被带节奏最多的对比度问题 ，0.28、0.13、0.95的黑色亮度，不管你的房间有没有黑化，其实都是灰的。但凡有经验的都知道，我们应该注重的是实际画面的层次感有没有问题，用自己的眼睛去收获，而不是只看厂家宣传的参数。对对比度黑尾要求高的，还是建议看我的黑化教程和第1期视频，感受一下100倍对比度的差距。看完前面对比后，大部分人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问别人哪个好，其实就是不自信，想要别人也给一个肯定。大家追求数据，无非要的也是一个数据上的安心，其实都没有好坏对错之分。画质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自己喜欢，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每款产品的2级分化都是非常严重的，爱好者其实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用户，不然产品早就都上光学变焦了。我个人就更小了，而且我完全不在意散斑色散，所以我深知没有办法替别人做决定。你要是问我亮度，我可以告诉你坚果大于当贝大于海信；你要是问解析力，我也可以告诉你坚果大于海信大于当贝；你要是问散斑，我也可以告诉你当贝大于坚果大于海信。但海信的色散舒适度又表现比较好，当贝没有散斑，坚果亮度又比较高，那么最终还是要你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权衡，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OK，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